格力空调4大怪，我们看一下有哪4大怪。先放下来看一下，有80多斤，我也背不动了。格力空调第一怪，你买的新空调自己安装，装好以后你是开不了机的。开的话，这里只会显示2道杠杠，就必须得用这个格力的原厂解码器，解码以后就可以开。你这个解码的话，只是初步的解码，临时使用。解码一次的话，可以用到72个小时。我们现在的话解一下看看。首先呢，解码器的话点到配对，配对点好以后输入密码，密码是6个6。我们输一下，这个6的话点6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点好以后按确定，确定好以后就开。这里滴响一下，就证明的话配对成功。配对成功以后，你就可以用它的格力的遥控器开了。我们开一下看看。现在已经开了。开完以后的话，这个风机的话马上就会转，转了。这里的话也转了，这封条的话飘起来了。我就搞不明白这个格力公司的话为什么要这样搞？难道我自己买的新空调，我自己没有权限装吗？我自己没有权限开机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明显是套路。这就是格力空调的第一怪。那么第二怪是什么呢？太重了，我放下来，背不动了，放下来讲一下。格力空调第二怪就是它这个头帽。头帽的话，这个螺丝，只能这样紧，这样松的话是打滑的，拆不掉这个螺丝。我们示范一下，看一下，先把这藤管锁紧，藤管锁好，活动扳手锁好，锁好以后的话，我们把它拆掉，试一下看能不能拆得掉。活动扳手调好，拆不掉，拆的话这里就分开了，打滑了，你没办法拆掉。我都不知道格力公司的话为什么要这样搞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欺负我们这些不是格力售后人员的安装工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如果你非得拆到这个螺丝，那你还得买它一套工具，一套工具的话也很贵，你没有权限，他也不会卖给你。难道我这空调的话，我移机的话，我拆装的话，我必须要叫你格力公司吗？我不叫你格力公司的话，我就没办法了吗？其实也不是这样，办法还是有。我们可以拿大力钳，水管钳，万能扳手。我现在用大力钳试一下，我用大力钳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搞掉。先把大力钳扎好扎稳，大力钳搞了好久才搞下来。这个螺丝真的拆起来非常麻烦，这完全是套路，这明明是限制我们消费者，限制我们客户，这就是格力空调的第二怪。格力空调第三怪就是现在的空调分量的话不断的缩水，像它这空调进去你看一下是不是外机重量29千克分体变频空调26的大一批的，好，室内机质量11千克老铁们看一下我手指这里11千克出厂日期的话是2014年11月出厂的外机是29千克，内机的话是11千克，加一起是40千克，也就是80斤。2022年2批的变频空调内外机一起的话84斤，像这个2014年的内外机一起的话80斤，2批的比这一批的只重了4斤，只重了4斤。但是它的所有元件原来有什么，现在也有什么，一点没少。这到底是咋回事？哪里缩水了？很有可能的话，就是这个藤管呢，压缩机各方面电机什么东西剪薄了。我这搞不明白，你格力公司的话为什么这样搞为什么不该搞厚点，搞重一点，搞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轻？这明显是偷工减料，压缩成本。这就是格力空调的第三怪。第四怪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，就是这个价格你格力空调和其他品牌的空调同样都是一批的，同样都是变频的，同样都是1级能效或者3级能效，你始终的话要比别人贵500到1000块钱。难道你是黄金做的？你100年用不坏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吧？所以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我就搞不明白你格力公司的话为什么把这空调卖这么贵？以往的话你是国内所有品牌销量老大，现在的话你不是老大了，已经下去了。事实证明什么呢？有些东西你不能太过于的限制人家消费者，自己最后的话把你自己搞垮了。各位老铁们，视频的话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这个机子的话也有80斤，也背了这么久了，
这么辛苦，扛不住了，帮忙点个关注吧，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谢谢老铁们。